今天我們的主題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到底是怎麼來的？現在你的腦子裡可能會出現4個字：生命起源。然後就是各種條件的混合作用下，地球靠着隨機和運氣，經過了很長的時間，終於孕育出了生命。這是我們從小到大課本和紀錄片都在講的一些故事。但是，如果我現在告訴你，頂尖科學家經過計算，他們發現光是靠隨機和運氣生命在地球上自己蹦出來的可能性低得離譜。低到什麼程度呢？可能需要等上100萬億個宇宙從生到死的時間，才可能隨機出現一個最簡單的生命細胞。是不是覺得人類的存在一下子就變得過於幸運了，幸運到甚至有點不真實？接下来我们就用数学和信息論来看看生命是怎麼起源的。帝國理工學院一位叫做羅伯特·恩德雷斯的科學家，在2025年7月24號的時候发表了一篇論文。我知道一提到論文很多人可能頭就大了不要怕我們今天不啃公式。這位科學家做的事情呢，特別的有意思。他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看生命是什麼。我們以前老是覺得生命是一團複雜的化學物質，是蛋白質、DNA、細胞膜這些東西的一個組合。其實這沒有錯。但是呢，恩德雷斯想的是如果把生命看成一台活着的機器，或者說更酷一點，看成一部精密的生物電腦呢？任何一台機器想要運轉生產的時候，都需要有設計圖、操作手冊，對吧？比如一部手機，它的每一個零件是怎麼造的，怎麼樣安裝的，軟件是怎麼跑的，所有的這些信息都寫在它的設計和代碼裡面。那麼形成一個最小的生命細胞，它的設計圖和操作手冊到底有多大？裡面需要包含多少的信息量？這就是整件事的一個起點。恩德雷斯用信息論，你可以簡單的理解成衡量事物複雜程度的一個數學工具，去分析了我們已知的最簡單的生命形式，然後發現在某些信息論模型中，对一個具備完整自我複製能力的生命系統它的信息量可能達到數億甚至10億比特。10億比特是什麼概念？大概相當於一部高清電影的數據量，或者幾十萬頁的大英百科全書。如果把這部生命高清電影的所有數據拆解成最基礎的分子碎片，就像把一本百科全書撕成無數個單獨的字母，然後呢，把這些字母全都倒進40億年前的地球上，然後讓風浪、閃電隨機的化學反應去攪拌這些字母，最後在沒有任何人指揮的情況下，靠着隨機和運氣重新拼裝回那一本一字不差完整的大英百科全書。是不是光聽起來就覺得這怎麼可能？這也太難了。但是呢，這就是關於生命起源的故事。當然呢，主流的科學界並不認為生命是純隨機的大多數人認為形成生命的初期存在着一定的隨機性，但在後期是被物理化學約束並且強烈引導的非隨機過程。到這裡可能有人會想就算拼裝一部生命百科全書難如登天，但地球有的是時間，對吧？科學家一般認為從地球冷卻到擁有液態的海洋開始到我們發現最古老的生命化石的證據，這中間大約有5億年的窗口期。5億年，這是一個什麼概念？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才幾千年，5億年可以讓高山被磨平，讓大海改道無數次。在這麼長的一個時間裡面，哪怕每秒只積累一點點的信息，積少成多，難道還不夠嗎？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算術目標的信息量是10億比特，可用的時間是5億年，那麼平均下來，每年只需要穩定的積累2個比特的信息。而且呢，根據對早期地球化學環境的模擬當時那些活躍的化學反應，理論上可以提供的信息生成速度大約是每秒鐘100比特。這裡的信息生成速率並不等於有意義可遺傳的信息，而只是化學狀態變化的一個理論上限。也就是說，理論上來說，每秒鐘可以生成100比特。也就是說，供給遠遠大於需求，生命自發形成看起來非常的穩。时間這個魔法好像真的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看到這裡大家是不是又鬆了一口氣？覺得那還是有可能的嘛？先不要着急因為前面這個每年2比特的一個算法隱藏了一個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是致命的一個假設。這個假設就是信息的積累是單向的、持續向前的、永不倒退的。這就像你玩一個闖關遊戲，經驗值只能加不能減，你每年穩定賺2點經驗，5億年以後你肯定可以滿級。但是真實的地球早期環境不是這樣的。40億年前的地球沒有臭氧層，強烈的紫外線直接照射在海面上，海底火山不斷的噴發，海水滾燙，而且呢還有劇毒、酸雨、閃電，還有巨大的溫度波動。
那不是一個溫和的化學實驗室，而是一個無比狂暴、充滿破壞力的煉獄。在這樣的環境裡面，一個複雜的分子好不容易形成了，可能下一秒就被紫外線打得支離破碎。一段可能蘊含着信息的結構剛被搭建起來，一陣熱浪或者說一次錯誤的化學反應就可以讓它前功盡棄。所以呢，真實的生命信息積累的過程根本不是一個經驗值穩定上漲的遊戲，它更像是一個喝醉的人在暴風雨的懸崖邊上走路，他可能會往前走一步。也就是積累了一定的正向信息，但是緊接着呢，狂風一吹，它可能會倒退2步，甚至直接滑倒，回到了起點也就是信息被破壞，或者說直接歸零。科學上這叫做隨機游走模型，前進和後退的概率幾乎是一樣大的。好了，现在我们把这2個關鍵的事實放在一起。事實 A， 建造生命需要一部高清電影級別的信息量，那大約是10億比特。事實 B， 建造過程是在一個進一步退2步的狂暴環境中進行的。當我們把 B 這個條件帶入到 A 這個任務裡面的時候，整個故事的畫風就徹底變了。恩德雷斯把他的數學模型套了進去，算出來的結果非常的苛刻。他要求這個搭建過程必須擁有一種超乎想象的方向記憶力和抗干擾能力。什麼意思呢？我們用搭積木來比喻，假設你的任務是搭一座100層高的樂高塔，在風平浪靜的環境裡面，一塊一塊的往上搭，那這樣就行了只要時間足夠。但是我們的設定是早期地球環境裡，情況就是呢，天上確實在不斷的掉下正確的樂高積木，但是同時呢，地面上颳着永不停歇的狂風，我們往上搭一塊，風就可能吹掉下面的2-3塊。那麼為了可以讓這座塔最終能達到100層，這個搭建系統必須有一個神奇的屬性，它必須能記住自己已經搭了有多高，並且呢，堅定不移地朝着更高的方向努力，哪怕中間被吹掉了很多，也立刻能補回來，而不是被吹回來了就放棄了。在模型裡面這個記憶力的強度呢，用一個參數來表示，你可以理解為正確的搭建一次平均能保持多久不被完全的破壞。那麼需要這個記憶力保持多久呢？模型給出的答案就是呢，平均來說一次正確的方向性進展需要能夠持續2.5億年，中途不被打斷、逆轉或者說摧毀。一次正確的進步需要穩穩的保持2.5億年，這佔據了整個生命起源窗口期，也就是5億年的一半。但問題是在早期地球那種混亂的環境中，一個剛剛形成脆弱的化學結構憑什麼能保持2.5億年不變呢？它可能連1天1個小時都保持不了。那麼我們來降低要求，如果這個記憶力很短呢？模型的答案就開始走向絕望了。如果這個方向記憶力只有1年，也就是一次進步只能記住1年，那麼完成生命大廈所需要的時間就會暴漲到相當於1000萬倍當前宇宙年齡的時間。宇宙從大爆炸到現在大概是138億年，這個時間乘以1000萬，那是一個我們人類大腦無法理解的時間尺度。但這還不是最誇張的，如果這個記憶力再弱一點，弱到只有1秒鐘呢，那麼你需要的時間大約就是100萬億個宇宙的壽命。這就是我們這期影片的開場那個數字的來源。是不是感覺之前覺得時間是萬能的解藥，但現在算下來發現在隨機破壞這個魔鬼面前，再長的時間也可能只是無盡的重複的徒勞無用功。隨機性它在產生新組合的同時，也會摧毀任何不夠堅固的秩序。沒有一種內在的強大的方向性指引，或者一種我們還沒有理解的可以對抗這種隨機破壞的物理規則，那麼在數學上，隨機碰撞出生命這條路的話，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大家是不是開始覺得我們人類，我們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可以生存到現在簡直就是一個奇蹟中的奇蹟，一個從概率的角度來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那麼我們來換一個方向，如果完全隨機這條路走不通的話，或者幾乎不可能走通，那有沒有可能生命的起源走的根本就不是這條路呢？安德雷斯在他的論文裡非常謹慎地提出了一個假說，這個假說在主流科學界一直處於邊緣，但提出他的人來頭卻大得嚇人，他就是弗朗西斯·克里克。對，就是那個和詹姆斯·沃森一起發現 DNA 雙螺旋結構拿到諾貝爾學獎的 DNA 之父。克里克在1973年寫了一篇論文，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猜想，叫做定向泛生論。這個理論說的是地球上的生命可能並不是本土起源的土著，它最初的種子可能是由某個地外文明用類似宇宙飛船或者說探測器的工具有意的播撒到了年輕的地球上。注意這不是說外星人創造了人類這和神創說或者說古代外星人理論完全的不一樣。克里克的猜想更像是一種星際間的生命殖民或者生命播種工程。
他猜想，一個高級的文明出於科學實驗、物種的延續，或者說單純的讓生命之花在宇宙中綻放的目的，把自己的生命種子發射到了那些環境適宜的年輕行星上面。有一種說法是克里克覺得像 DNA 這種精妙複雜的分子隨機產生的概率實在太低了，與其相信地球是宇宙中唯一的幸運兒，不如考慮呢，它可能是某個更古老的文明農場裡的一棵幼苗。安德雷斯在論文裡寫道今天我們人類已經在嚴肅地討論改造火星，討論行星工程。如果我們這個才幾千年文明史的技術種族都能產生這樣的想法，並且開始研究的話，那麼如果宇宙中有一些存在着100萬年以上、上億年的那些文明，他們嘗試着做類似甚至更高級的那種干預，在邏輯上的話是非常有可能的。在某些模型比較下，這種理論的可行性並不低于純隨機起源的理論。所以安德雷斯研究的意義不在於證明了定向泛生論是對的，而在於他用數學把完全隨機自發形成這個選項的可行性壓縮到了一個極低的位置。就像一名偵探排除了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嫌疑人之後呢，其他原本不被重視的嫌疑人就不得不被重新嚴肅地對待。定向泛生論就是這樣，從一個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的一個腦洞，變成了一個在排除法邏輯下需要被認真對待的科學假說。當然了，它的目的依然只是一個假說，它最大的問題和它的優點一樣明顯，缺乏直接的證據。這就是目前科學界在這個問題上卡住的地方。主流科學界認為呢，關於生命起源的問題上我們一定還漏掉了某些關鍵的自然物理或者說化學的過程。這就是 RNA 世界假說等理論在努力尋找的路徑。另一些人認為自然路徑的概率低到不合理，我們應該更開放地考慮非地球本土起源的可能性，並且考慮呢，怎樣在未來通過星際探測，比如在火星木衛2上面發現同源生命跡象來驗證它。聊了這麼多數字模型和假說，讓我們最後再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無論地球生命的起點是源於一次我們尚未理解的宇宙級的自然奇蹟，還是源自某個古老文明的一次有意或者說無意的播種，有一個結論是非常清晰的：我們人類的存在這個事實本身的偶然性和難度係數呢，遠比我們過去想象的要高得多。它涉及的可能是跨越宇宙尺度的一個概率。我知道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感覺到一絲的不安，或者說一種渺小感，這很正常我們的認知邊界被猛地推開了一扇窗，看到了更龐大、更未知的景象，總會有點眩暈。但換個角度來想這就是我們人類進步的方向。所以這件事到現在主流科學家依然在努力地挖掘地球自身的秘密，尋找那個可能被我們遺漏的自然加速器。而像安德雷斯這樣的研究則在不斷地提醒我們保持開放，保持想象，因為宇宙的答案可能比我們最大膽的想象還要離奇。那麼你怎麼想的呢？我是丈量，感謝你的觀看，我們下期內容再見，拜拜。